如何在蘇州0元吃到一碗最豪華的蟹黃麵？不是吃霸王餐，而是因為我們有它。東風日產 N6 的 NOA 版。雖然現在還沒有到吃螃蟹的季節，但是我有點想吃蟹黃麵了。要是換做以前，我肯定會想，跨程100多公里，又耗油又耗精力，值得嗎？但是現在呢，我們有了這台物理外掛，這台 N6 呢，純電續航有180公里，折合下來每公里只要1毛5。今天呢，我就用這趟跨程省下來的油錢去買那碗麵的單，順便來幫大家看看這台搭載了某門塔飛輪大模型的 N6能不能頂住那群老司機的考驗。在行程開始之前呢，先帶大家看一下這次的剩餘續航還有多少。目前呢，純電剩餘160公里，燃油剩餘394公里。然後我們重置一下小計行程，在這次行程結束之後呢，會帶大家算一下這次的能耗表現如何。你好，小尼。来了。導航去李百蟹蟹黃麵平江路點。要去哪一個？第一個。其實，在長三角的高速上開啟 NOA， 我一開始還是帶着點防禦心態的，畢竟這裡車多，尤其是號稱天上飛機地上蘇 E， 每一台車呢都有自己的主意，博弈非常激烈。但是在沪寧高速跑了這幾十公里之後 ，N6 的表現比我想象中的要內斂很多。剛才我們右側經過一輛大貨車，很多智駕系統呢會突然給你來一個生硬的避讓動作，嚇你一跳。但是 N6 只是很微妙的在往左偏移了一點點，拉開了安全距離。這種大車避讓的尺度拿捏得非常體面。還有剛才那次被突然加塞，它的減速不是那種驚慌失措的點頭，而是那種有預判、帶有社交感的禮讓。更讓我驚喜的呢是這個大曲率彎道，它的進彎和出彎的轉向手感都非常絲滑，沒有那種左右細碎修正的鋸齒感。這種線性程度，如果不看屏幕，你真的很難分辨是人在開還是系統在開。至於上下匝道，它表現的甚至有點老練，入位果斷，不拖泥帶水。這種比肩造車新勢力的底氣，再配合上日產原來那套全域智能防暈車系統，確實讓這種跨程長途不再是一種消耗精力的事情。在蘇州，好麵館呢都藏在巷子裡，而在這裡停車往往是地獄級難度。這時候 N6 的智能泊車就派上了用場，這是同級唯一的某門塔方案。就算是這種地獄級別的難度，它的決策邏輯依舊非常擬人。你看這把倒車行雲流水，它解決了出行最後1公里的焦慮，讓你停得體面，出發也更方便。來都來了，沉浸式帶大家體驗一下江南水鄉。誰能拒絕在平江河畔吃一碗熱騰騰的蟹黃麵呢？這裡是蟹黃、蟹膏、蟹腿肉和蟹肉，哇，這個好香啊！已經吃光了。我發現我真的不適合當美食博主，因為每次食物上來的時候都迫不及待的第1秒鐘就想把它吃掉，感覺多等1秒都是對食物的亵瀆。吃飽喝足，我們來算算賬。從上海安亭出發到蘇州市姑蘇區，往返呢一共跑了128.3公里，中間還因為對路況不熟走錯了2次路。出發時續航電量是160公里，跑到終點最後剩餘12公里，總用時3小時29分，平均電耗11.7千瓦时。這個數據說明，對於 N6 這種擁有180公里純電續航的插混車來說，像滬蘇這種跨程通勤，它完全可以當成一台純電車來開。我並沒有為了省電去刻意控制腳法，甚至走錯路時也沒有覺得很焦慮，因為我知道它這塊21.1度的寧德时代大電池的背後，還有一套2.79升虧電油耗的系統在兜底。這種克制的能耗表現帶來的直接反饋就是每公里只要1毛5分錢。在這種能耗成本面前，走錯路呢不再是浪費，更像是旅行中一段特別的插曲。在蘇州吃麵講究不時不食，雖然現在不是秋天，但是有了 N6 之後，我覺得季節似乎也沒那麼重要了，因為只要你想吃，隨時都可以出發。這種想走就走的自由，其實比蟹黃本身更加難得。它不是在教你省錢，而是在告訴你，只要你想，隨時都可以為了生活中的一點鮮甜，體面的出發。